谢大人。不对，应该叫你定妃才是。真是没想到你在本宫的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多年，真是好本事，不愧是我薛远的儿子。只不过你还是棋差一招，今日此地依旧是你我父子二人。当年没能杀了你，才给现在遗留了这么多祸事，让你多活了20年，也算是老天对你的仁慈了。谢小师，听过公子言何也？当年就是在这皇城里，薛远为抢头功，为谋权柄，违背咽喉计划，贸然抢先攻城，致使城内百姓血流成河，就连无辜孩童也未幸免。世人皆道平南王寡廉鲜耻，暴虐滥杀，殊不知薛远亦是欺世盗名、丧绝人伦之徒，他亦是大秦的千古罪人。那你就错了。人之贵贱，在乎天意。凡人便是想要往上爬的一步，也需要那些高高在上的贵人垂青，或为人奴，或为人臣，卖性命，卖才华，出卖自己能出卖的一切。这有什么错吗？本宫从曾经一无所有，备受冷落的庶子，走到现在，就是步步为营，可以舍得一切，方才立下如此大业。万千百姓如何？无辜孩童如何？亲子又如何？就算再来一次，本宫还是这么做。歪理邪说！你舍弃的从来都不是你自己，而是旁人。20年前，你连自己的亲生儿子、原配发妻都能舍弃，难道来日你就不会舍弃这些为你卖命的人吗？在你心中，除了燕氏一门，你还记得你姓过薛吗？既然你是一个养不熟的狼崽子，那本宫又何须对你仁慈呢？那我母亲呢？她从未有负于你，她一心待你，可你呢？你只把她和燕家当做一块踏脚石。事到如今，再说这些又有何意义？反正今天你们必须都死在这里。来人呐，把他们给我杀了！先生幼时曾在皇宫地道藏身，知道城中入口，可直通宫内。江姑娘，你怎么样？别管我了，救人要紧。好了，那你保重，走。圣上，该喝药了。剑叔，
擒拿谢威。放箭！薛远，你败局已定，薛业已被我们擒拿，我劝你束手就擒。是你设局，引我来到此处。你的心思，一在谋害圣上，二在盯着我跟燕翎，但你却忽略了南边的通州之地。圣上早已密令通州燕家军精锐藏入皇宫地道，就等着这绝杀一刻。没想到吧，当年那条暗道还有这般作用。不可能的，我已经派人盯牢了皇宫，你不可能有机会和沈郎合谋的。你的野心昭然若揭，早在我离京之前，就已经跟圣上布下棋局了。谢卿还有何事？还请圣上恕臣欺君之罪。欺君？圣上可还记得20年前皇宫地道1人1只的虎头衔？舅父说，能打虎的都是英雄。殿下跟我1人1只虎头衔。殿下和我1人采1只，这样咱们就都不怕了。鼎妃，你才是薛鼎妃。那先前，难怪朕觉得先前那个薛鼎妃跟小时候感觉不太一样，连性格都差了许多。可是你已经回京多年，为何直到此刻才和朕相认啊？圣上，臣选择现在与圣上相认，是希望圣上别再因为忌惮燕家而任薛氏政权。薛氏是国之毒瘤，不得不除。薛氏也是你的家族，你找来替身，又压制薛家，难道是还在记恨着当年相替之事，也在记恨着朕吗？圣上，这么多年，臣确实有过筹谋之心，不过并非是为了一己之恩怨，而是为了当年枉死的义士和大千万千的百姓。圣上与天下百姓一样，皆以为当年300忠魂之伤全因平南王的弑杀成性，其实不然。当年平南王为逼圣上现身，的确是杀了一部分人，而剩下来的那些人被平南王用来威胁薛远撤军。然而薛远为了抢夺那破城的首功，全然不顾与燕后事先商定好的作战计划，更不顾前线将士和全城百姓的性命，致使平南王恼羞成怒，在皇城大开杀戒。当年的罪，薛远也要担上一半。他们竟瞒了朕这么多年。从那以后，薛远野心更甚，不仅结党营私铲除异己，更是欺上瞒下，豢养私兵。因兴兵时，他贪没赈灾款，盗取军饷，草菅人命，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强抄永义侯府。其余揽权专断、横行霸道、欺压良民之事，更是数不胜数。奈何薛家树大根深，盘根错节，臣之恐此去边关，无人能在数位圣上左右。薛家一心一气，必将发动宫变，届时就没人再能阻止了。薛远狼子野心竟已至如此，朕真是亲手豢养了一头凶兽。
圣上，你的龙体。丁飞，朕不瞒你，御医有言，朕撑不了几年了。来日幼主孱弱，薛远却手握重兵，外有大越强敌，内有金陵虎视眈眈，朕的皇子该如何？这天下倒是又该如何呀？圣上，这一切还未到山穷水尽之时。若圣上能信赖臣，臣有一计，可解此局。但说无妨。明面上，圣上下旨令臣带着通州守军前往边关和谈；暗地里，臣可以带着圣上的另外一道旨意，赦免燕氏父子之罪，暗中前往边关。届时，两班燕家军在边关合二为一，定能大挫大越之锐气。安边境10年之期，此为其一。其二，金陵紧盯通州多年，定会趁此守备空虚之机，意图染指京城。然而，这冯明宇已死，平南王手下可用之将不多。以他多疑的性格，多半会亲自挂帅上阵。届时，臣与燕氏父子便以边关之兵力瓦解平南王势力。若真如此，那这京城之中依旧是薛氏的天下。所以，臣需要圣上配合演一出戏。授人以柄，示人以弱，置死地而后生。根本没有什么矫诏，赦免燕家之罪，让燕侯燕陵前往边关重掌燕家军权，出兵大越，剿灭平南王，这一切种种，圣上早就准许，其中的每一步都在计划之中。你以为圣上不知你与贤妃下毒之事，只是演戏，让你放松警惕罢了。来人！圣上，圣上，动手！快将他压住！是，大胆！你们设下了圈套，将我诱入局中，想以谋反之罪，将我薛氏连根拔起。路都是你自己选的，从你豢养私兵开始，你的野心早就不止在国公之位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圣上命我前去招安是为了薛氏之罪，尘封已久。我欲昭雪20年前义士和百姓之冤，就需要张大人这样的正直之士。好一个一箭三雕！我承认，我输了，但唯一让我欣慰的，我是输给了我自己的儿子。你赢了又如何？就算我十恶不赦，那我也是你的生身父亲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你若杀了我，便是弑父。将来你如何面对天下人的悠悠众口呢？丁飞，我们才是真正的血脉至亲，我们父子之间有什么仇怨是过不去的？你为何一定要去帮那个沈郎呢？当年太后用你母亲的性命逼你出去，就是为了他，就是因为所谓的贵贱尊卑，臣为君死，你就不恨吗？
现如今，整个皇宫都在你我的掌控之下，我的私兵，加上你们的燕家军，整个大秦谁人能挡？只要你我联手，身是江山，唾手可得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想如何就如何，谁有资格再跟你去谈贵贱尊卑、臣为君死呢？薛远，你休要再胡说八道！兄长高义怎会受你挑唆？我早就说过，待我回京之日，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。当初你对燕家的所作所为，是时候清算了。丁飞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你真的要杀我吗？我早已不信血。骨血亲缘，生养之恩，今日我就真真正正全部还给你！真不愧是我薛家人，够狠，够绝。薛远，纵使我不杀你，你这20年的罪行已罄竹难书，圣上会杀你。天下臣民会杀你，国法律例也会杀你。等到九泉之下，面对万千冤魂，面对我的亲生母亲，你亲自去赎罪。张大人，此案20年盘根错节，上涉皇亲，下涉奸党，你敢接吗？张遮必不负国法，不负百姓。先生，县尉，师长，县尉，县尉，谢轩，县尉，你睁眼看看我，你不能死，我还没有兑现跟你的承诺，还没有日日弹琴给你听，我还没有跟你一起去看以后，你不能死，谢轩。
保证不任性了，我保证听你的话，你不要留我一个人。你醒过来，我就答应同你成婚，好不好？不要留我一个人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答应我。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，不能反悔。不反悔。夏轩，我们成婚吧。好。罪臣薛远勾结罪妃薛叔，犯上作乱，发动宫变。薛远虽死，当诛九族。然逢皇子降生，圣上施恩广布，特此下旨：皇太后薛氏纵容罪臣薛远、罪妃薛叔谋逆弑君，大错已成，着其前往皇陵守灵，永不归京。罪妃薛叔赐毒酒，其余之人免死罪，流放黄州，永不可回京。贤妃娘娘，老奴来送您上路了，这是圣上的意思，请吧。不，我不能死，我是薛氏的嫡女，我是大清的贵妃。愣着干什么？沈郎他答应过我的，他不能杀我，他不能杀我，沈郎不能杀我，他不能杀我。
万贞24年，大前康景皇帝宾天，传位贵妃秦氏之子，着令太子少师谢威辅政，加封宰辅。永义侯燕穆、刑部尚书顾春芳、吏部尚书姚庆余为顾命大臣，着重臣齐心辅弼，以稳朝纲，以安社稷。不哭了啊！呀，这肚子又大了不少啊！哎呀，疤没有了。对呀，不知道怎么突然疤就不见了。疤不见了，伤也好了。好玩吗？圣人、帝师、忠臣、反贼，逐名加身，到头来，你到底是谁？纵使权掌天下，也不过一个本该在20余年前就死去的人。回首此城，终是笑话一场。穷穷世间，何其虚无！算尽一切又如何？终究什么都不想留，什么都留不住。仇既报，怨既长，不如怎样来，便怎样走。欠了命，总是要还的。朔风吹去，人间雪重，圣人看透，唯其一死。怎么了？我方才做噩梦了，梦到一个人，梦到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圣人看透，唯其一死。”做梦而已，别在意。哥哥，眼睛错了。没错，娘亲说过，爹爹是桃花人。可是这是梅花，差不多嘛，反正都听娘亲的。可要是爹爹不喜欢呢？你还小，你不懂，别人都听爹爹的，可别人也听娘亲的，而且爹爹也听娘亲的，那肯定是娘亲更厉害啦。哥哥，我只比你晚出生2颗，那也是小。不听不听。还不错，挺像你的。来，娘亲，燕儿，爹爹。君子有状。哦，谁在欺负我们天儿啊？你们来啦！来，宁宁先生，我们来给你们拜年了。人来就好了，还带什么礼啊？还是你们有远见啊！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，多清静，不像京里闹哄哄的。何止清静，连刀琴剑书都不带，说是让他们俩去过自己的日子。我看呐，是不想让他们扰了你们这神仙眷侣的日子吧？张大人也来了，恭贺新喜，万事顺意。多谢。行了，别在外面站着了，吃的我已准备好了，进屋吧。好。
爹爹。爹爹，那个是不是修心律的张大人？他好厉害的！哥哥，你怎么摔了？爹爹，你绊我！你年纪小，走路不稳当，摔是正常的。走。那张大人这么厉害就好了。您嫌我比娘亲还难教，不愿再教我。要找开蒙先生来教，那张大人就很合适。爹爹，你看行吗？哎呀，爹爹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千好万好都不如您好，我都听您的。咱们家从来不强迫人，你想让谁当你先生就让谁当你先生，昧着良心的事不要做。小小年纪就出卖良心，多不好。修心律算什么？一点也不好。儿子没有卖良心，这话就是凭良心说的。你们三个在做什么？怎么还不进来？走。爹爹，君子有状。是吗？您刚说过的。忘了。走。我们的誓约渐渐只剩想念，花开满了的街，没有你的遇见，可一眼潮起等待冬季，慢慢留住回忆，忘了四季没有了你。风吹很轻，吹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细，世界停留在梦境。雪下很轻，挤满屋檐的缝隙却又不停。你走的匆匆，雪中留下痕迹，现在就快被抹去，扰乱了我的语气。我们的誓约渐渐只剩想念，花开满了的街，没有你的遇见，看云烟潮起等待冬季，慢慢留住回忆，忘了四季没有了你。我刚写完，正准备发给你，你别催了。我对你的速度啊，那还是有信心的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打算把你的《宁安如梦》啊出版纸质书，公司已经请了责编来跟你当面沟通了，看看你在排版设计上啊还有什么其他意见没有。人可马上就要到了啊！这么快，开什么玩笑？江小姐，我是你的编辑谢娟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